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今天分享的是四大天王的黎明的短发旁分。那这是一款非常好整理的懒人发型。那如果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话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模特，它长度非常的长。那我们今天要帮它做一个短发的改造，改造目标呢，就是像黎明那样的造型，有一点短发，但是有一点旁分的感觉。今天先做一个简单的分区，一样分上下两区就可以完成了。顶部区，我们先摸到它头角，它头角算是比较高的。然后它后脑勺的枕骨点其实它后脑勺是扁头，所以这块就比较塌。那我们找到它最凸的位置，就等于说在这个区域我们要帮它做蓬度，然后把它上面的层次剪出来。那我们先来把区域划分出来，先摸到它头角的位置，它头角在这里，直接在这一块分一个直立分线分出来，然后换另外一边，一样这样摸下来，找到最凸的位置，画分线。后脑勺区域就直接连接起来就好了。好，因为它头发非常的长我们先把它多余的长度先做去除。那去除多余的长度我们可以先用剪刀把头发先撩起来，到耳朵的位置来看一下耳朵在这个位置，我们从下摆这样拉上来，到耳朵这个位置直接做修剪，把多余的长度都先去掉。然后剪完之后，我们直接连接到两侧，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我们现在做的就先把多余的长度都先去掉，去完我们再拿推剪来做修剪。在后脑勺这个区域，先推平，梳子推进去，先把多余的长度去除。先把最底线的标准线取出来，然后像它头发这边有很多细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把它反过来这样修掉，它的轮廓就会比较利落一点咯。好，最下摆完成之后呢，上面这里我们垂直直立的梳法，然后把多余的长度直接由下往上推掉。然后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珠子不要太贴头皮，太贴头皮的话，它会直接剪到太短的长度，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这里其实是有保留一点空间的，然后慢慢的往上修饰，这样带上来的感觉。后脑勺的修饰保留一点厚度，这样整体起来的效果会比较好。这样去完之后，后脑勺这一块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再到两侧去做修剪，两侧这里我们顺着耳朵这里，耳朵往下压，梳子勾进去，把多余的头发去除，然后鬓角这里一样贴着进去，多余的长度我们都先这样修掉，轮廓用边边稍微剃一下，把多余的长度修顺，让它轮廓看起来是比较利落一点的。好，以上都完成之后，再把上面这个角度连接。好，那它这样侧面跟后面的长度就修剪完了。那我们再完成另外一边，两侧这里一样，把头发先去除，耳朵这里往前压，把多余头发勾起来，角度修掉。然后用边边这里去把多余的长度稍微修饰起来，让它的轮廓线可以利落一些，多余的鬓角就可以修掉了。然后再开始做两侧头角的连接。好了，这样两边跟后面的修剪就都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把上面这一区直接放下来。好，整个上面部区放下来之后我们这一次从后面的长度往前面做连接，那后面该怎么做呢？我们下摆这边是不是修剪完了？直接在这边的位置提拉一个90度角，做点剪，
去制造出它后脑勺的一个蓬度的角度。后脑勺都完成之后啊，我们再连接到两侧的位置，两侧可以顺着这个的长度，直接水平的接过来。先把长度都先连接起来。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把长度都先去除。好，接下来就到刘海了。两边长度去完之后啊，做一个弧形的衔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两侧跟顶部的长度去除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修出它利落层次的短发的效果。那现在的长度啊，还是有一点长，有点厚重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从后脑勺的位置修剪完之后，我们要开始提高两边的层次的感觉，制造出比较多的层次感，让它上面不要那么厚重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啊，做的就是两侧的修剪，因为它两侧其实还是有一点太厚，我们就要提拉起来。把多余的长度跟层次再稍微连接一下，让它的层次再拉高一点点，它可以制造出两边比较轻盈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提拉的角度啊，它就是在它头角的这个上方的这个位置。好，将两侧完成之后呢，后脑勺这一块。我们再用电剪稍微修饰一下。好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提拉起来，把多余的层次角度稍微修剪一下。修剪完之后，再用电推稍微做一点侧头部的连接，把这个弧形修饰的好一点。好，都完成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到刘海的位置。刘海的长度啊，我们原本要的长度，它其实是有一点旁分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直接从侧边这里比较短的位置斜接下去，剪一个旁分，短到长的长度。好，剪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开始调层次。层次的话，我们从顶部区后脑勺最塌这里开始拉起来，直接把多余的长度，像这一块多余的长度去除，为基准导线，然后从这里往前连接，90度拉起来，可以看到这边的长度比较长，这边比较短，直接连接过去。然后我们现在做的呢，就是层次的衔接，把上面所有的层次感啊都衔接出来。那这个造型层次接完之后，只要再稍微调一点厚度就可以完成了。然后两侧头角这里我是提拉侧边90度，然后刘海的层次我们再稍微修利落一点。好，这样整个修完，包含刘海的轮廓都完成之后，两边还是觉得有一点厚重，所以啊，我们在两边稍微做一点打薄，跟顶部区做一点调亮。现在我使用的是15% 的打薄刀，那我们在打薄的时候啊，梳子由后往前压，把多余的长度稍微做一点去除。然后我是用梳子挡在发根处哦，所以它不是从发根打，它是从发中发尾的位置去做调亮的动作。就梳起来，它可以把比较堆积、比较厚的头发直接均匀的集中，那再做调亮的效果就会比较好了。好，这样两侧修饰完就会比较顺了，不会那么蓬。最后在顶部区这里，我们稍微做一点线条的调整，让它更多的立体感。然后现在使用的啊是滑剪的技巧，它就是有一点弧形的一个宽口。它可以去挑出很多的那种线条感，让它整体的立体感会更好一点。好，最后后脑勺这一块稍微做一点打薄就可以了。打薄的话，锯齿朝上，动刃朝下，这样去做一个调整。
OK。好，那这整个造型已经完成了，它只是帮它稍微往旁边吹干，这个造型就可以快速的完成，并且出门，所以它是非常适合如果你不抓头发的客人，就可以剪这样的造型。那我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剪发步骤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总共分上下2区去完成，两侧的长度，如果要用推剪公分套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选用9mm 或12mm 去做推。那如果你没有公分套，可以像我一样用梳子去做连接。连接完之后，后脑勺的头型一定要保留着，制造出它的蓬度。完成之后呢，把轮廓修剪完。轮廓修完之后，我们开始取出它顶部区最短的层次，以这里放射去做连接。连接完，再把刘海去做一个切口斜旁分的效果。最后再做两侧的打薄跟上面线条的整理，这个造型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今天影片你还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给你分享。最后，如果喜欢我这部影片，记得帮我一个喜欢，真附上我 IGFB， 真有 Line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边私讯或跟我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